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环游第266天，我即将搭火车前往维也纳。这里俗称音乐之都，同时也俗称心理学家之都。一边是优雅的圆舞曲，另一边是梦的解析。我很好奇，当同时遇上感性跟理性，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貌呢？我们去看看吧 ，Let's go。耶！哇！怎样？那今天要去维也纳，短待个2个晚上，价格稍微高一点，然后有很多城市可以所以维也纳就稍微看一下。我背包客也不太适合维也纳，下面直接穷死。这是我的6号 gate，Let's go。我今天搭这台火车，票价非常便宜，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约3小时的车程，你猜看多少钱？40欧、30欧 ？No， 只要18欧。超扯，因为我搭的是欧洲铁路界的廉价航空，这班其实是捷克的私铁 RegioJet。这条铁路是由捷克出发，它会贯穿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波兰、捷克4周的国家。座位非常的大，越南朋友这边也可以放桌子，没有遇过这么大的桌子。整个费用都很便宜，一碗汤1.7欧，这个是欧洲吗？咖喱才2.9欧，我刚才买了一个，才109台币耶。Sushi 3.8欧，真的假的啊？Yum，好像大家都买一个东西，旁边的也吃 ，Good。萝卜、肉、青椒全部都有，不是只有酱汁而已。到了维也纳，看我知道这个就是西欧啦。让我们看看有钱国家长怎样吧。车站旁边这些建筑物超级现代化，超级没有探险的感觉哦。这辆车比想象中的还要窄。Excuse me, do you know how to buy the ticket? It's visa available? I don't know because I have the 7-day ticket. Ah, okay. I think you can buy the From visa, card, it's okay. Yeah, it's okay. Yeah, perfect. But you have to buy another ticket if you get on the subway. So it's different. Subway you need ticket, and this I can use Yeah, Apple Pay. Yeah. Perfect. Thank you. 感谢来自日本的朋友。哦 ，Thank you. 1. Connecting t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So you live here? No, just traveling. You live in hostel? Yeah. Same hostel maybe? No. ANT. Around train. 20 minutes later. OK，千辛万苦，终于搭到车了。我发现一天很快就过了，因为他们的日落差不多4点半，现在已经3点半了。然后这个建筑呢，怎么觉得跟巴尔干有点似曾相识哎？可能是因为我住的比较郊区吧，因为这边开始贵了。我住比较远的 hostel 竟然也要1700台币，没关系，我是有钱人。长途跋涉，终于到了。Hello, good evening. Thank you. OK， 我刚看一下这边的 hostel， 所有东西都要钱，这个咖啡都要钱，水，终于有不用钱了，好感恩。然后这边有 breakfast， 价格也非常便宜，要18欧左右。OK， 2张床应该睡2个人。这隔壁什么？可以。我以为我会跟别人 share 马桶啊，就没有，我一个人睡一间，是这样。非常奥地利感。悠悠在匈牙利的生病没有完全好，所以在 hostel 休养了差不多2天。隔天因为怕咳嗽，所以讲话偏小声，收音可能会差一点，所以请大家见谅。再来，我那台相机也快坏了。哦，完蛋！哎，耶！早安，维也纳。我今天鼻子比较适应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索一下维也纳吧。那今天我预估去旧区晃晃。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座城市大家对它认知就是音乐之都嘛，有红遍全球的莫扎特、贝多芬、小约翰·史特拉斯这些才华洋溢的存在。但同时呢，也被称为心理学家之都。有最着名的学家弗洛伊德在这边开创了精神的世界。从那一刻开始，人们才开始学会往内看。然后因为当时很多战争都在欧洲发生嘛。奥地利也饱受很多战争之苦，所以在欧盟的架构下扮演那种避难所的角色，吸引了很多难民移来奥地利。他们的福利体系、社会包容度很高。
对啊，你越讲越多了，靠北。奥地说到这不讲了，有个地方真的不像维也纳，它不像是 Europe， 我称它为阿拉 Europe， 就是这地方呢全部都是阿拉伯人，还是巨人。这台车子是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它被锁烂了，完全走不了。Stop， 真惨。OK， 我现在来的这地方呢，全部都是阿拉伯人区，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全都是爆头巾的阿拉伯人，这样也都是阿拉伯料理，全是阿拉伯人。对话全都是阿拉伯语，就这个区啊，这个站 Riemann-Platz， 因为他们奥地利它算中立国，然后它也接收了很多叙利亚难民，大概是这样。这边不是观光区，这全部当地人。Bagel， 阿拉伯面包店，你看，全都是阿拉伯的饼。你看这价格也都巨便宜，60块、2000多块的微波炉，1000多块的电磁炉，暖气啊，那种14块欧、33块欧，怎么会有 iPhone 17 Pro Max 52GB 1699？真的假的？偏便宜耶！我错了，1699是6万台币，偏贵。维也纳蛮漂亮的。前几天在匈牙利暗色系，维也纳全部都是亮色系。OK， 现在到了首都的景点，这座教堂是圣斯德旺主教教堂，女人在叭叭叭叫，也就是哈布斯家族的。上一集匈牙利我们有去城堡看，同样是哈布斯家族的。老师说你也可以到顶部，要爬343座阶梯才可以到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吧。哇，厉害了！这也太像魔戒了吧 ！Oh my god！ 这个目前我逛过的教堂中没有一个比这个还要高大，是真的有点壮观跟神奇。阳光这样打下来，直接让我过曝。14、15世纪的工艺就有办法做出这些，然后后面还有彩绘玻璃，哇，真的是蛮厉害的。然后后方呢，还有超级巨炮的管风琴，不是只有中间这个，它还有左边跟右边而且它上面这个穹顶的回音，哇，一定巨响还有德蕾莎修女的那一幅画摆在前面，马其顿那一集有看到。教堂差不多长这样，蛮 authentic 的，还不错。妈妈仔，你看后面那大便就直接往那里面掉。有风琴啊，听看风琴。那上面有写一个64，每一首歌都持续60秒。当60结束之后，下一首歌来咯。然后后面2个窗户都有那个跑马灯继续跑。然后每天中午12点才有，我正好去上12点，真是 lucky。有这首歌听过。Where you from? From Poland. Poland. Dzień dobry. Dzień dobry. From Taiwan. You know Taiwan? Yeah. 这是莫扎特，然后它好像坏掉了，完全没得动。没什么拍手。OK， 那我们继续逛吧。感觉这城市蛮好玩的，意外的观光景点。哦，好酷哦！因为前面可能在施工或什么相关的，然后他们地下太多的地铁线，然后太复杂，所以有些管子啊就把它拉到上面来。这应该是热能的管子吧，我猜测啦。啊，我今天忘了买水，果然还是要来超市里面买水。你看才多少钱？0.25，fucking kidding me？That's way too cheap。买一个这个0.85，看起来蛮不错的。那其实呢，维也纳的水都是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水，所以你的水龙头直接打开来喝就非常的 OK 了。昨天我就一直喝水龙头水，我个人觉得我第一次喝到水龙头水这么好喝，就是在维也纳。哎，省钱午餐吃这个1欧而已，看有够便宜。有 ham 蔬菜，这是可以加点盐就可以直接吃的蛋，不错。多少钱？100块，我靠，一颗蛋50块，要求。欧洲什么都贵，只有一个东西绝对便宜，就是红酒，300到400块台币而已，就一堆红酒，什么都贵，红酒最便宜。好，我换了，我刚刚发现很多当地人，他们都来这边买一根面包，然后他就会去挑一块肉，然后再包起来。我花3.2欧，自己选面包加肉片这样，就可以吃。我看很多当地人都这样买当午餐。
他们中餐吃比较简单一点，沙拉啊、面包啊、肉啊，这样就好。然后晚餐就回家吃，周末再去餐厅吃。他们去餐厅吃是吃一种服务，不是真的是正餐，跟我们东方的习惯不一样。好想念炒饭。那来这趟维也纳，其实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的故居。为什么想来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他，我爸才有工作，才有疑难杂症系列，才有一个稳定的流量，才有收入环游世界。弗洛伊德让我环游世界，Holy shit！那弗洛伊德他到底是谁呢？他当年干了一件超狂的事，他直接对全世界说：“你以为你很理性吗？不好意思，你只是被潜意识跟着走而已。其实潜意识早就帮你决定好了。” Entrance ticket。票在这边，535块。弗洛伊德的故居，这全部都字啊。哦，这上面就是《梦的解析》的其中一个篇章 ，Dream Work。这是弗洛伊德当时的窗户，他在看那边。梦的解析，好酷哦！当时的风景不错。这个房间呢，就是弗洛伊德的 clinic。然后你看后面有啊哈，为什么啊哈呢？那是因为他面对病人的时候不是面对面，他让病患可以躺在这边，然后他背对着去跟病患。事实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最能够让病人放下戒心，尽可能去阐述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就会啊哈，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那我得说，这个博物馆500多块，然后全部看文字。我的妈！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报道。报道说，逃亡在英国的时候，着名的弗洛伊德今早辞世了。内文粗略的跟大家介绍，就是他到65岁才真正成名，也是隐喻他这一生中花了几十年被嘲笑、被拒绝，直到年老了才被世界理解。所以其实这篇报道象征着整个精神分析时代的结束，但是是传奇的开始，才有了今天。才有了门票500块，我爸才有工作，疑难杂症才可以继续。谢谢弗洛伊德。当时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里面有3个人，你们一定听过弗洛伊德，然后再来是荣格，然后再是阿德勒心理学。弗洛伊德是平常就会读的，然后近期有2本书啊，《被讨厌的勇气》，还有阿德勒心理学，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哎。这样照片的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的聚会，因为这背后其实是有一场思想的内战，然后他们就各自分散，就最后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理念，甚至著作。其实不论如何都是蛮影响世人的。虽然我的女是在阿德勒，但我个人呢更喜欢荣格的心理学，有几老高有在讲，可以去看。看见了弗洛伊德，下一站贝多芬。哦，你看上面有 Beethoven， 看一下吧。因为他以前很穷，所以他就会到处租屋。然后这是他其中一个，也是发生最多故事的一个租屋。然后其实贝多芬呢，他是德国人，但是他的灵魂发扬光大是在奥地利，蛮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怎么只有souvenir啊？长这样。贝多芬，你住这吗？我们现在走过贝多芬曾经的租屋处，他回家就是走这条。贝多芬每天都走5层楼啊，贝多芬体力也是很好。Hello, tickets here? Yes, Okay. it is 5 euros. Okay. So there's no elevator here. No, So since old days, Beethoven like he walks 5th floor every day. I think so. What happened when he drunk? You sleep at the floor? Maybe. 然后只有5欧而已，算便宜。其实这个家是他晚年的住处，对当时来说，维也纳郊区，他最有名就是他演奏到最后其实耳鸣了，然后以为还在那个演奏继续，那其实已经结束了。反正就是因为耳疾，所以他几乎听不见，后来就住在这边养病。所以这边呢就留了很多他的遗书、音乐、手稿啊、信件、生活用品。这就是他当时看出去的画面。当时他一度想自杀了，那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之光。对当时来说是郊区，但现在市中心很有感觉，在贝多芬之家听贝多芬的音乐。
其实这里真的有超级多音乐家的故居，贝多芬、莫扎特、苏格拉底、舒伯特。然后我刚刚查到一个，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要去看他史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也就是维也纳人心中的歌曲。他的故居也在这里，只是他在多瑙河的另一岸，所以我们现在就走路过去吧。那边有个很可爱的 Fat Cat， 这是捷运，然后这边呢很酷，这边是一个陆上地铁，因为它等等就会这样一路上去上面。1楼是电田，地底下是地铁，双设计。我觉得维也纳的城市规划还蛮特别的。OK， 现在来到 John Strauss Wuhan， 法国真不会念。Hello。Can you come? Then it's 5 years. Oh, okay. Thank you. 这是当时他的作品，这是神来一笔的作品，这是他本人。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胡须，然后史特拉斯的音乐风格呢，就是比较有那种恋爱感。欢乐感，会有那种想跳舞的感觉。然后本人听说白天是典型的奥地利绅士，但晚上呢是非常风趣型。跟我相反，我白天的时候比较风趣，晚上的时候比较剪掉。小约翰·史特拉斯故事蛮特别的，他爸也是当时维也纳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家，从小呢就不给小约翰有机会可以学音乐，就是怕他儿子比他屌。结果发生什么事呢？越这样子，儿子越猛。19岁的时候第一次登台演奏，哇！全维也纳的人就直接，我靠，这太屌了！报纸隔天直接下标，新的圆舞曲之王诞生。如果套用心理学的角度，弗洛伊德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被爸爸欺凌，所以他那个欲望使他愿意做出音乐。荣格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阿德勒呢，我就算被爸爸这样子打压，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要成为圆舞曲之王了，所以改变了他的命运。其实都痛。Anyway， 这就是维也纳。我会发现维也纳 Google 地图打开来，没有超多某某某之家，你可以去寻找，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名人，都可以去找到一些他的故居。这就是曾经的 pop culture 故居吧，因为像是现在的好莱坞啦，哪天好莱坞真的突然间没了，200年后，然后大家一 LA 就会说，哇 ，Snoop Dogg 住在这，哇 ，Wiz Khalifa 住在这 ，maybe just maybe。OK， 现在来到了夕阳时刻，后面就是蓝色多瑙河。我得说，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比较漂亮一点点，因为太多涂鸦了吧？史特拉斯当时如果看到这涂鸦，音乐风格绝对会变，保证。River Donau， 拜拜。下一次来奥地利哦，绝对不会再一个人。巴士。那这是今天的日记。我一开始对维也纳这城市，说实在没有好奇。今日起床，似乎对这城市好奇度不高。明明很早起，却一点都不急。甚至出门前才发现行动电源相机根本没充，花了差不多1点才出门。离饭店最近的车站，竟然70%以上都是讲阿拉伯语。看许多包头巾的人走在街上，是不是叙利亚难民来奥地利中转时，顺便待在这边？正在买了2.5欧的 Donner， 还说了 Shukran， 他们吓一跳。搭车去了市中心后，看了知名的大教堂，有感但又无感，壮观但不够奇观的感觉。看这不能剪的，我的价值观坏掉。最后扪心自问，有哪个地方我比较有兴趣？我猜大概是弗洛伊德故居吧，因为他也是我爸经常提起的人物。故居竟然在此。奇特尔是以前总了解他的著作，但从未认识他的生平。之后再去贝多芬故居，坐在他的屋里听当时创作的乐曲，特别有感。突然间被潜意识控制，想去蓝色多瑙河作者的故居。Google 搜寻之下，还真的有。便待在史特拉斯家1小时，静静的感受。虽然晚上不敌咳嗽，但好像比想象中的有趣。所以维也纳，我说实在，我一开始觉得好像不太知道可以干嘛，但是去了之后，就慢慢好像被这些艺术所吸住，蛮喜欢的。Anyway， 下集呢，我们将前往捷克。那在这途中呢，我朝思暮想的台湾菜竟然吃到了，甚至除了台湾菜，还有国宝翠玉白菜。捷克除了周杰伦 MV 以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今天呢，我要去捷克，听说捷克是最多狗的一个地方哦。哇
大家就这样在铁路旁边这样走来走去，太酷了。现在到了周六市集，这人爆多，还有人去搭船，也有人在街边这样子跟狗狗。Vietnamese French sandwich, right? Yeah. 这个很好吃。目前我是很喜欢这边的，这边真的非常非常赞。台湾 Yeah. I can figure it out. Hello. 太温良。所以你们是来交换的学生，是不是？那你为什么选捷克？因为捷克就便宜，捷克便宜啊。等等，要去跟国际学生一起吃晚餐。国际学生茄子炒肉，这是我点的，番茄炒蛋也比较好制作。哦，晚饭真的好爽哦！很久没吃到，葱油。哇，葱油鸡，我靠，超好吃，超嫩的，这不错。